光灯洒在舞台上，闪耀的光线穿透空气，映照在两位并肩站立的身影上。王一博站在台中央，手握奖杯，声音略显沙哑地说出那段真诚而深情的获奖感言。而就在镜头一转，观众捕捉到了一个微妙的画面，肖战眼角似乎泛着湿润的光。那是灯光的折射，还是情感的流露？这一幕不需要任何语言，便足以在几秒之间引爆无数网友的热议与猜测。有人说那只是灯光角度的问题，也有人笃定那是忍不住的泪水，是情感最真实的表达。无论是哪一种，这一刻都让人重新感受到真情这个词在娱乐圈并非绝迹。时间回到几年前，陈情令的拍摄现场。那个夏天，两个年轻人因为戏结缘，从最初的生疏试探，到后来默契的对视与无声的理解，他们在镜头前塑造了魏无羡和蓝忘机这对让人心动的灵魂搭档，也在镜头后留下了无数难忘的故事。许多观众感叹，他们似乎把角色的情感带进了现实。王一博的沉静克制，肖战的真挚温柔，两种气质在艺术中碰撞出极致的火花。这一段经历成为他们事业与人生中不可复制的篇章。正因如此，当多年后两人再度同框，每一个细微的表情，每一次目光的交汇，都会被放大、被解读、被记录。那场颁奖典礼的气氛本就异常复杂，闪光灯此起彼伏，掌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。而当主持人念出王一博的名字，全场一片沸腾。镜头扫过台下，肖战微笑着鼓掌，神情平静。但那一瞬间，当王一博开始讲话时，他的神情似乎微微有了变化。有人说，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，骄傲、欣慰，也许还有一点点不舍。那并非戏剧性的夸张，而是一个懂得舞台与情感重量的人最本能的反应。有些情感无需言语。当王一博说出那句我很感谢曾经和我一起拼过的人，全场掌声如雷。而这一句话却像是穿越时间的回音，击中了某个记忆深处。肖战的表情极其细微，轻轻抿唇，眼神微颤，似乎呼吸都变得轻了些。对很多观众来说，这样的反应再自然不过，因为经历过同甘共苦的人才会懂那份被理解的力量。视频发布后，弹幕与评论几乎瞬间被他是不是哭了刷屏。有人用专业角度分析灯光轨迹，指出那只是角度反射，也有人截取慢镜头，坚信那是湿润的泪光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有一点毋庸置疑，那几秒钟的画面让无数人心动。因为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娱乐世界里，人们最渴望看到的就是星号星号真情，星号星号。他们或许早已不需要言语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微笑，一个姿态，就足以传递彼此的理解。这份默契是岁月打磨的结果，是共患难的印记。许多人在采访中提到，肖战与王一博虽然性格不同，但在合作时总能自然地找到平衡点。王一博沉稳克制，肖战温柔细腻，一个是冰，一个是火，而他们的交集恰恰成就了对方最闪光的时刻。因为人们已经不仅仅在关注艺人，而是在关注人性。观众希望看到舞台下的真心，生活中的情绪，人与人之间的共鸣。那一刻的肖战仿佛脱离了明星的外壳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朋友，他在为对方感动，为回忆动容。这正是人们感到真实的地方。影像有时候比语言更有力量。导演的镜头捕捉到的不仅是表情，更是情绪的能量。当光线从舞台上方照下时，肖战的侧脸被照亮，那一点点光折射到眼角，形成了微微闪动的亮点。有人说那是泪，也有人说那是灯，但真正懂的人知道，那是星号星号情感与光影交织的艺术瞬间星号星号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当人面对某个特殊场景或语句时，大脑会不自觉激活情感记忆。王一博那一段感谢词，正是触动了肖战记忆中那段艰难而辉煌的岁月。他们曾一同面对舆论风暴，一同经受磨练。
如今看着对方再度站上高峰，任何一个有温度的人都无法完全平静。媒体的报道让这一幕被无限放大，标题、截图、短视频剪辑，一时间充斥网络。但情感从来不是为了被消费，它属于当事人的内心。可正因为公众的关注，让这一幕被赋予了更多意义。那是友情的象征，是记忆的延续，是他们都走到今天的见证。很多人误以为哭必须有泪，其实情感的最高级形式是眼中含泪而不落。那种忍住情绪的克制，比放声痛哭更让人动容。肖战在那一刻或许只是压抑了太多情绪，不是悲伤，而是心底深处的感动与释然。他们之间的情谊早已不需要通过语言或互动去证明。王一博领奖的那一刻，肖战安静地坐在台下，用最真挚的眼神给予了对方最深的祝福。这份情感是星号彼此懂的，却无需多言星号的默契。最终，问题的答案已不再是重点。无论那是灯光还是泪水，它都代表了真情的存在。正是这种真实，才让观众久久不能忘怀。娱乐圈表面光鲜，但背后充满压力与孤独。能在台上保持镇定，又在台下动容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勇气。肖战的那一抹微光，不是脆弱，而是坚强的另一面。我看哭了，他真的还在乎吧？弹幕滚动着的这些话语，其实正反映了观众内心的柔软。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分别、成长、理解与释怀。他们看见的不只是偶像，而是自己的一段情感投射。无论未来他们是否再次合作，这份情感的延续已经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温柔的记忆。有些羁绊不需要言说，也不会被时间冲淡。在虚假与包装盛行的时代，真实显得尤为珍贵。那一刻的肖战，正是以最真诚的方式告诉大家，我仍然记得，也依然感动。也许这只是灯光的一场戏，也许那真是情感的自然流露。无论答案如何，我们都该感谢这份被看见的真情。在镜头前的一瞬情感，被放大、被解读，最终成为公共话语的素材。粉丝不是被动的观察者，他们同时是情感的制造者与意义的赋予者。面对肖战是否哭了这种话题，粉丝群体会在个人情感与集体期待之间进行不断的校准，用渴望填补缺失的情感，用联想将模糊的画面变成确凿的叙事。这种现象背后有两个关键机制，一是投射 projection， 粉丝把自身的经历、渴望、悲喜投射到偶像身上，从而在偶像的每一个微表情里寻到共鸣；二是放大 amplification， 社交媒体与剪辑工具将短暂的瞬间重复播放、裁切并配上煽情文字，最终把可能的眼泪塑造成全民记忆。从伦理角度看，这既是情感民主化的表现，也带来风险。当私人情绪被当作公共消费品时，偶像与当事人隐私与心理的边界容易被侵蚀。粉丝在制造意义时，也应承担起基本的同理与尊重，不是为了流量而去曲解情绪，更不是为了谈资而去消耗个体的脆弱。此外，公众舆论往往把情感的真实性当成判断人物真实度的准绳，这会给明星带来压力。他们要在表演、真实与公众期待之间不断取舍。理解这一点，能够帮助我们更成熟地解读舞台与生活之间的裂缝。很多时候，观众对真实的追求，反映的是对真诚、人性与情感连结的渴望，而非单纯的八卦满足。最后，粉丝与公众的道德想象应当有自我反省的能力。当话题转向人身攻击、情绪消费或断章取义时，群体应当提醒自己，情绪也有尊严，讨论也需要伦理。只有把尊重作为前提，情感讨论才能真正转化为共情与理解，而不是无休止的揭裂与放大。当我们反复讨论是灯光还是泪水的问题时，实际上也在讨论一个更大的命题：情感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？这一瞬间，无论物理事实如何，其真正的价值不只是证据链上的一环，而在于它激发了公众的情感反应、同情、怀旧、共鸣与反思。
影视作品带来情感连接，明星的每一次真诚回应都可能成为公众情绪的触点。肖战的那一抹可能的泪。